是真的。哎呀，还是你给劲。小总，要走，你给我解释。我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们两个狗男女，赶紧给我滚！我爸，你看在我们过往的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还知道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？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发誓，我心里爱的只有你一个。恶心！我都替你觉得恶心！滚！你老毛病又犯了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吃，吃了，吃了。现在是几几？现在是1987年啊！啊！你喝农药喝傻了呀？我说你也真是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为了一个女人至于吗？非要喝农药，人家倒好，怕担责任早都跑了。要不是我路过这儿，给你找了个赤脚大夫，才勉强给你捡回一条命。那我老婆是林丽娟啊，你忘了？你们都结婚3年了。林丽娟，3年。完了！我喝了农药还是回不去，刘贝贝也变成了林丽娟。难道我穿越到了同心宇宙？难道我的人生就要重启了吗？这可是35年前的1987呀！1987，等，1987年，这可是个一穷二白却遍地是机遇的年。姐给你做了碗面，你趁热吃吧。那我就索性忘掉上世那些恶心的事情，再拼了打一个属于我的上瘾。你想在那傻乐什么呢？面都凉了。我要做改革浪潮中的弄潮儿，我要做国内的未来第一首富。你没事吧？大姐，你谁呀？你真的连我都不认识了？咱俩从小就是邻居，怎么现在见我还不好意思了？媳妇，媳妇，别闹了，媳妇。闹什么闹啊？于秀丽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勾引我们家周远了？张翠花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厂里才发的工资，他就把钱给了你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周远，你是把钱给我了吗？厂里的人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我于秀丽就是日子过得再难，也不会占别人便宜。是吗？那既然你这么清白，那你就把衣服脱下来，让我搜一搜。哎，你脱下，走开！张翠花，你不能这么欺负人！你不敢，那就是做贼心虚。你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学也行了吧？张翠花，捉奸捉双，拿贼拿赃，你看到了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，你也可以去我家里搜。但如果你什么都搜不到，那你就是在给我泼脏水，到时候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个爱钱刀的，钱都给了这个破鞋都不给我，我怎么死了？秀丽，你看，行了，周远，欠你的60块钱我会还的。好，我周远，你个没良心的，钱果然给了这个破鞋。于秀丽，你真不要脸！你个寡妇到处勾引人，谁的钱都要。够了，秀丽姐的60块，我来替她还。你连自己老婆都靠不住的窝囊废，拿什么还呀？这你不用管，1个礼拜之内
60块钱分文不差的还到你手里。好，1个礼拜之内要是拿不出来怎么办？1个礼拜拿不出来，我把这房子送你。阿民，你的好意姐心领了，但你现在自身难保，上哪去弄这60块钱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把面吃了啊！姐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那个世界，我可是985工业大学出来的研究生，又有30年的商场经验，挣60块还不是轻轻松松。阿民，你也别逞能了，你1没关系背景，2没本钱投资，你上哪1个星期去挣这么多钱呀？姐的事儿不用你管，姐自有办法。秀丽姐说的对，我这空有一身本事，但要创业该从哪着手？咋了？呀，秀丽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不是昨天切菜把手割了吗？这不用碱面洗碗吗？折腾有点疼。你为啥不用洗洁精啊？洗什么精？你为啥不用洗洁精呢？洗洁精是什么？洗洁精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整个国内的洗涤用品一穷二白，洗洁精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香皂，这些未来的生活用品都没有。最关键的是洗洁精制作简单，成本低廉，赚钱的机会这不就来了？秀丽姐，我们要发财！秀丽姐，你那60块钱我有门路了，我出去一趟啊！哎，秀丽姐，你做的面真好吃。这傻小子大白天发什么疯呢？说的我一句都听不懂。他不会真喝农药把脑子喝傻了吧？这个老板真是老古董，贷款都不知道。都说了先赊账，到时候加倍还，愣是1瓶原材料都不给。哎，山哥，兄弟求求你，一定帮我想想办法。不对，这批出口的电冰箱可是压了兄弟全部家当。看来这个世界的孙哥在做冰箱出口。哎呀，在那个世界，我就是靠经营洗涤化工行业起的家。我怎么还有脸再加上？帮忙联系个出口冰箱，嘿，不是小意思。行了，第1桶金就这赚。喂，我可以帮你完成这笔单子。如今欧美市场对电器的需求已经饱和，但东南亚市场对冰箱的需求依旧十分大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要保证产品的质量，且有相关的销售渠道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与你无关，但我保证，只要你的产品没有问题，我就会为你提供一套完整且稳定的销售链条。简而言之，你的冰箱我能卖出去。我对我的产品相当有信心。可是小子，给我说出来吓人！全镇5个厂所有的足足30万的大洋，你要是办不成，敢耍我，有你好事。孙哥，没有金刚钻，我也不揽您这瓷器活。就30万嘛，我保准给你全部卖到国外去。不过，我这要价不一样。年龄不大，口气不小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孙？算了，先不管这些了。你要是能把我的事情办成的话，我把你招进我的公司，正式月薪160，不满足？你开个价，看多少钱合适？我要30万的1/10。3万？你凭什么一张口就问我要3万？你知道这单子有多大吗？足足30万！你知道现在一个大学教授月薪才120，3万是他30年的工资啊！我给你3000，这是我的极限。我说了，1/10，1分不成。你这条件我满足呀。啊，这是我的地址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来找我。你个不要脸的寡妇，欠钱不还也就算了，手脚还不干净。街坊邻居们，大家都来看看呐！有人成天小偷小摸的，大家的东西啊，都是他拿的。吼什么吼，张翠花？不是说了1个星期内把钱还给你吗？我今天来不是说钱的事儿，这
这个于秀丽趁我洗澡的时候偷走了我的戒指。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你平时连件衣服都买不起，看见我那么贵重的戒指，肯定见钱眼开。哎，下午澡堂子就咱们俩人，我现在戒指丢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呀？你少诬陷我啊，说不定就是你自己弄丢的。张翠花，你回去好好找找。秀丽姐都说不是她拿的。装什么英雄？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，还来勾引破鞋？你他妈跟着我老婆！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也看见是你老婆欺负你。周远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自己老婆都被打了，还不上？原来这个世界的我是农民出身，成天干活，力气竟然这么大。是你们有错才行，回去好好找找，肯定落在哪。你真没用，吃那么多饭还不如喂狗呢。我跟你了。什么架？没事吧？孙子，你赶紧给我道歉，不然我捅死你！如果我说不呢？周远，好样的，上啊上！周远，你赶紧把他给我放下啊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你别过来，小心我真捅！难道还想杀人不成？你不敢打我啊！今天我竟然连你也捅！周远，干什么呢？人家手里拿着大哥大的，这肯定是领导。你也不是想让我请你到局子里喝茶呀？啊！等一下，给秀丽姐道歉。戒指，除非戒指被偷了吧？啊，怎么从你身上划出来？快把戒指还给我！道歉。算了，姚明，你给他吧。道歉。对不起。走了，有你的男人手里拿着大哥大呢，那绝对是大老板。你个熊娘们儿一天就给人的，这姚明就是个穷小子，说不定人家是来用债。阿明，你没事吧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阿明，对不起。姐，这还有外人看着呢，多不好。你安然？没有，邻居家大姐。为邻居都这么仗义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森哥，你来找我，不光是说这个事儿吧？你小子提出条件，我都答应。好，好，那可他妈是3万，就这么一个反应。不然呢？好。哎呀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呀！行，你好好准备一下，明天我来接你。姐，阿明，今天我妈不在家，要不你来我屋吧？姐，我们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着给你包扎一下伤口。就光包扎伤口啊？你来不来啊？不来我走了。哎，来，姐你等等我。啊，没事吧，阿明？是不是姐手重了？阿明，阿明，我们不能这样，你还有丽娟呢。对不起，秀丽姐，刚才是我冲动了。你对姐好，姐心里都知道的。要是有一天你……我什么呀？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刚刚那个人是谁啊？谁？就是刚来找你那个大老板啊。哦，他呀，一个求我办事的。都吹牛吧，人大老板还能求你办啥？秀丽姐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张老弟，你联系的泰国那边经销商靠谱吗？孙哥，你放心，只要你的货质量没问题，那边检查完，货款马上就到。
那批货的每一台啊，都是我亲自盯着出厂。可这都3天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让冰箱再飞会儿。还飞一会儿？兄弟，咱走的是海域。哎，兄弟，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是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真有你，货款已经到了，而且啊，还追加了50台。乔老弟，你这一下让我多赚了小10万呢。今天也多亏了您产品质量过硬，其他的都是我分内的事了。杨老弟，跟着我干吧，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孙总理，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公司。经营岂是池中物啊！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本事，这绝对要下本。好，这是3万元支票。以后啊，咱们在乡间啊，怕什么？生意场上的对手，到时候我不会留情的。孙总，您是否听说过合作共赢？合作共赢，合作共赢，有意思，嘿，有意思。阿民，你又在这捣鼓啥呢？这吹泡泡一天都是小孩玩的。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天天窝在家里，也不能这样不务正业吧？秀丽姐，你不懂，我这是利用相似相容原理制出亲油性活性剂，它能有效去除油污。什么相思相容？阿民，你不会还想不开要寻短见吧？我没想寻短见。那你也不能自残，把自己弄成聋哑人啊，多可怜啊！秀丽姐，不是，是。我饿了，吃饭了。啊，吃饭。秀丽姐，真好吃，谢谢你。这有啥谢的呀？你要是喜欢啊，以后姐顿顿给你做。但是你可不能再说什么相思相容了。你说你活着多好呀，你干嘛要这样？秀丽姐，我去洗碗。只是洗碗啊？不然呢？阿民，你这用的是什么魔法呀？这洗的这么干净？秀丽姐，这个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洗洁精，怎么样？厉害不？这也太好了吧？那这东西可能很贵吧？哎，这你放心，我的目标就是让所有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这种便宜的洗洁精。阿民，你也太牛了！这不是我牛，这都是科学的力量。怎么样，秀丽姐，跟我一起干吧？我们一起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。阿民，对不起啊。那为什么呀？你在厂里上班，他1个月给你开60，你跟我干，我1个月给你开180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只是什么呀？阿民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一点，就是你的未来不会，也不应该有我。我去收拾。对不起阿明，不能因为我这个破鞋毁了你的将来。秀丽姐，你
这是何苦？不管怎样，我也要为你把这份事情做起。徐丽，这件衣服是我专程到供销社，按照你的尺码挑选的，没有提前询问你的建议，在此诚恳向你道歉。信封里有100块钱，你先还给周磊60，剩下的算是你天天给我做饭的伙食费。徐丽姐，我要去创业了，因为1987年是发展的年，是变幻的年，是遍地开花的年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永远欢迎你的加入。美丽，就是于秀丽又在那勾引哪个野汉子呢？妈，你在这说啥呢？你刚才在门口找谁呢？我没找谁啊。没谁最好。翠花可都跟我说了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可跟那个叫姚民的走得可亲得很呐！我儿子瞎眼了，找你这么个破货，真是气死我这老辈儿！什么玩意儿？原材料有，现在厂房也找好，可一个公司里最少也得有生产、销售、行政这几个部门，现在就我一个人，就算拿出再厉害的产品，一个人也干不完所有的。哟，这不是多管闲事的狗吗？怎么不吃老婆本儿，改给人家看大门了？大姐，这掉地上的金戒指是金戒指？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这是我的戒指。哟，你那戒指什么时候成金的了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才买的。那大姐，你得跟我说说，这戒指上刻的都是什么字啊？可字儿啊，我忘了，你给我看看，我不就想起来了吗？哎，还是算了，这戒指啊，多少有点沉，这得上千块钱吧，我还是交给公安局保险。别，你等等，这麻烦警察同志多不好呀！现在你啊，把这个戒指给处理了，到时候你拿大头，我拿小头。听起来倒是不错的，但是姐，我这还有点急事儿，要不你给我300块钱，这戒指给你，剩下赚都是你的，怎么样？我这就剩150了，你看。行吧，谁叫我有急事呢？给你吧。哎呀，好，老弟你人真好。等一下，姚明，你干啥？把戒指给我。金戒指，张翠花，你好好看看，确定要花150买的这个塑料戒指？塑料的？好啊，你小子敢骗我啊！快还我！哎，行了，你也没被骗，算了，给我拿好，多管闲事。嘿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！你信不信我让你去局子里蹲两天？哎，大哥，你看你多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貌比潘安、潇洒帅气的，能把我做出那种送出派出所的那种心狠手辣、蛇蝎毒肠、麻木不仁那种赶尽杀绝的事儿吗？这也是因为家徒四壁才。行了，你那一套唬得了别人，可唬不了我。我看你嘴上功夫不错，给你介绍个生意，干不干？啊，以后跟着我干大生意。哦，原来是同道中人啊！我就说呢，怎么一眼就能看上我那么高明？谁跟你同道中人？还高明？我一个天天经历电信诈骗的人，看你这套太有趣。电信诈骗，新品种，没听说过呀？嘀咕什么呢？干不干？大哥，你也没告诉我要干什么。销售。哎呀，撞到脑袋，坏死！你哪就我撞到脑袋？走。哟，还没死。长群？什么长群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赵平。你们可在这儿？你不会是忘了？这是我家，我想啥时候回来就是。我还以为
你一直住你的男人床。你哎，好了，阿明兄弟，我们今天过来呢，主要是听说呀，你前段时间因为喝农药导致身体欠佳，过来看一看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不愧是当领导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，听起来你俩都了解。你别不识好歹。托您的福，暂时此了啊。既然阿明兄弟身体恢复的不错，那看找个时间跟丽娟把手续办一下，或者今天吧，把这个离婚协议书把自己签。你在命令我？阿明兄弟，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，那就当是我在命令。姚明，签字。姚明，这个婚你想离也得离。好啊，比呢？我现在就签。不是你这个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？你不是一直不同意离婚吗？这不是你们一直想要的结果吗？怎么我答应了，你们还不乐意吗？给你，赶紧签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我姚明向来是一个痛一个定。啊，对了，离婚协议书一式2份，这是你的那份，去民政局的时候你可别忘了。姚明，我今天来呢是先礼后兵，你要是敢耍我，道上龙哥那可是我兄弟。放心好了，这种二手货留着自己用吧。李丽娟，我提醒你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不会再怪你。走。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既然现在已经离婚了，那你明天早上就从这里给我滚蛋！蠢的跟猪一样，这么烫就想烫死我！你一个废物，一天能干啥？吃我的，住我的，你给我跪着！赶紧的！秀丽姐，阿明，要不然你去我家住吧，我们家刚好空了一间房子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嘛。不能老麻烦你，而且让人家听见了也不好。我不犹豫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刚刚一直都担心别人说三道四的传闲话呢，但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无家可归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不行啊，秀丽姐，我知道你好，但让人听见，让人知道，我怕他们乱讲，到时候坏了你的名声。没事的，我不怕。你说我一个寡妇，总不能一直活在别人的嘴里吧？我有我自己的选择，也有我自己生活的权利。秀丽姐，你什么你呀？跟姐回家吧。哎呀，走！于秀丽，你给我滚过来！于秀丽，你给我滚过来！妈，我就知道你跟这个叫姚明的不清不白，光天化日的，两个人就在院子里搂搂抱抱的。不是妈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咱们家不是刚好多出一间房子来吗？那姚明他没地方住，我想着咱们能帮一忙。秀丽姐，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我儿子才死了多久，你就跟把这男人往家引？说吧，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发展的不正当关系？我没有，没有，你把这个男人往家引？我真的没有，妈。你还嘴硬，给我跪下！老太太，是我主动问的秀丽姐，多出来的房子租不租？你个吃软饭的穷鬼，也想租我的房子？我1年出5000。哎呦，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！你要是真能出上5000，我别说租房子，我给你跪下都行。他要是真能拿出5000来呀，还能让老婆从房子里赶出来？姚明，你别逞强了，姐的事不用你管。这是1年的房租，你看看够不够？
5000？他真的有5000啊！我现在能租你的房子了吗？老弟，哎呦，家主，我给你算4000。于秀丽，你个没眼色的，还不赶快把租客行李提回咱家去啊！快点儿啊！不要了，我自己来。前几天他还是个叮当响的穷小子，今天就一把拿出来5000块。唉，这个逼装大了，流动资金本来就不够，一把拿出去5000块，我得抓紧时间赚钱了。好你个臭小子！啊，可算是我逮着你！我退我的钱还给我！哎，我可真没偷你的钱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啊！一定是吧？啊，靠近我打死你！哎，周远，你看他兜里啥也没有，你咋证明他偷你钱了？好啊，杨明，这咋哪他妈都有你啊？我上个礼拜坐公交，这小子一直往我身边凑，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儿，一摸我包果然少了100块钱。你今天还说不是你偷的？我呸！你兜里就80块钱，我上哪偷100块？你还说不是你偷的是吧？啊！我这打死你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不就100块钱吗？那我替他还了，放他。好，算你小子今天走运，以后别让我碰你。呸！哎，我说你小子，我替你解围，你就这么走了啊？这是你自愿的呀。反正我现在烂命一条，一穷二白，没什么好打的啊。哎，我真是贱的。哎，听周远说你手速很快，这样你给我露一手，就当算是报答我了。哼，可以啊，我刚才都没发现。哎，还有啥更厉害的没？哎，这个不行。走，我请你吃碗面去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来，再来一个。我叫姚明，你叫啥？师兄弟就多手多快，我叫快手。快手？哎，快手，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叫抖音啊？哎，没啥。我说快手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不学好单位混混啥？你那些个师兄弟是不是都是小偷？你为啥偷人家钱？你难过啥？哥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师傅，师傅咋了？师傅走了。没爹也没娘，我师傅把我收养，他教了我手艺，我也不想偷东西。我师傅那天偷别人东西，跑的时候被车给撞死了。这么多师兄弟，就没人给他告个师。我1分钱没有，就偷了那个人的80块钱，埋了土棺材给他埋了。没事，别难过了啊！以后就算再缺钱，也不能偷，不能抢，知道不？想想你师傅的结局。老明哥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偷了。你的钱我保证还给你。快手，想不想跟着哥去做生意？我想。好，就在里边了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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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可以了。辛苦了辛苦了。明早啊，我就把这些东西放厂里，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工。好啊，好的，杨明哥。哎，快手，喝两杯去。喝啥喝？我们要保证产品的浓度和质量，这是马虎不得。赶回睡觉。知道了，明哥，那我俩先走了。哎，明早见啊！好。快手，哎，上次跟聊的时候那个小姑娘怎么样？
这又是骗子又是小偷，杨敏，你打算组建犯罪团伙呢？硬货。秀丽姐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啊，你也早点休息。看什么看？大晚上的发什么浪啊！我告诉你，要是让我再看见你们两个有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小心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！妈，人家还给你交了那么多钱的房租呢。谁知道他的钱哪儿弄来的？我看就来路不正。妈，你。近日，我司破获了一起重大违禁品走私案件，嫌疑人周某利用化学用品制作违禁品，依法被判处死刑。据了解，周某团伙利用58个废弃厂房，在夜间进行违禁化学品的制作，违禁品然后突破黑市卖给犯罪分子。这是1年的房租，你看看够不够？这又是骗子又是小偷，杨敏，你打算组建犯罪团伙呢？谁知道他的钱哪儿弄来的？我看就来路不正。喝啥喝？我们要保证产品的浓度和质量，这是马虎不得。该回睡觉。剩下的赊账啊，下次再还。阿明不会真的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秀丽姐，你干嘛？阿明，你老实跟姐说，你是不是干什么违法的事儿了？违法的事？你说什么呢，秀丽姐？我啥时候做违法的事了？就是违禁品。我啥时候做违禁品了？小点声！你要是没做违禁品，你哪来一下子那么多钱？你还一下子拿出5000块钱来租房子？嗨，那是我帮一个老板把货出口到泰国，他给我的报酬。那你这不就是走私违禁品？哎呀，秀丽姐，你误会我了。那你去化学用品店干嘛？来。哎呀，阿民，你听姐一句劝，这违法乱纪的事情咱不能干。咱虽然穷，咱也不能做这种事情。你说你这万一要是被抓进去了，那怎么办？哎，辛苦了，这个浓度啊，一定要。那个，哎，你们这是？秀丽姐，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的洗洁精吗？我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厂子，这也是我们的起点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秀丽姐，我说过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永远能帮你一下。对呀，秀丽姐，来，加入我们吧。对呀，杨明哥说让我们做新时代改革浪潮的弄潮儿。秀丽，我和李丽娟已经离婚了，我们这个团队需要你，最重要的是，我需要你。啦啦啦！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来相会。我提议，为了我们的洗洁精，我们再唱一首。哦，还没开始卖呢。我操，你有那脑袋？就哥们这3寸不烂之舌，说2句谁不会买？就喜欢你这张嘴。哎，对了，阿林，还没给咱的洗洁精取名字呢。哎，对，哎，
明哥，我喜欢看《摄影英雄传》，依我看，咱们的洗洁精就叫做银牌洗洁精。鹰确实是个很厉害的动物，但有一个猛禽叫做游隼，它在天上能攻击老鹰。我们要做就做最难，我们就做笋牌洗洁精。笋牌洗洁精。在原来的世界，洗涤行业是属于鹰牌的时代，但我要做的是开创超越过去、更加传奇的时代。还以为咱们这儿出什么大老板了呢，原来出的是一群垃圾。张翠花，你说啥呢？咋了？姚明人是垃圾，做的东西也是垃圾，就这还能有人要啊？哎，水，快！操，你这边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今天跑了一天，我嘴皮子都快磨出火星子了啊！就买了3瓶，不行，要这样搞不行。明哥，这咋办吧？这都1个礼拜了，咱就卖出去10几瓶。窝囊废做的东西要是有人买呀，不应该呀，每瓶定价6，这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怎么就没人要？天天嚼人舌根子，也不怕喝水烫着舌头。你们这些土鳖懂什么呀？这可是老高从赵大脑袋的厂里拿回来的进口咖啡，雀巢咖啡，味道好极了。雀巢咖啡味道好极，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，我咋没想到呢？你疯了呀你！哎，我们要打广告，打广告，对。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就收洗洁精，笋牌洗洁精你值得拥有。我们不去除油污，我们只是油污的搬运工。笋牌洗洁精，你的笋牌洗洁精，不是你的笋牌洗洁精。疲惫有就是在过度洗碗中，腰腿酸软，浑身乏力，感觉身体被疲惫。想更轻松的洗碗，快用笋牌洗洁精。笋牌洗洁精，阿明，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那个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咱们这样真的好吗？这是我毕生的广告积累，这要是没办法，那我也没。哎呦，走，不好了，我们的笋牌洗洁精要爆了！爆了？不会呀，洗洁精里没有易燃易爆炸的东西的啊。对啊，我们都看着呢，怎么会爆呢？这不是爆炸的爆，是火爆的爆，卖爆的爆。我们的笋牌洗洁精卖爆了！现在我们厂里的库存全部都被卖光了，现在单子还有一大堆，现在只要我们有货，随时都可以发。哦耶！大家还等什么呢？加油干呐！干活！走！哎。后面单子还多着呢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明哥，我们不累。再说了，我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因为工作感到快乐的呢。虽然忙碌啊，我们大伙儿都觉得很充实。真是稀奇，一帮臭鱼烂虾也能开公司。哎，丽娟，别这么牛啊！人家姚兄弟的笋牌洗洁精现在那可是火爆的。我好像没请您俩进来。一个乡巴佬能做出什么好？大手，去拿个牌子在门口挂着，上面就写丽娟跟赵大脑袋与狗不得入内。得嘞，那谁是狗呢？谁答应谁是狗？宝贝儿，别和这个狗腿子解释，就事实。你信不信我抽你啊！再来遍。赵大脑袋，你今天过来不会
只是拿我们打趣儿寻开心的吧。姚兄弟是聪明人，我今天来呢，是想跟你谈一桩生意。生意？没错。我今天来呢，是特地跟袁老弟想谈一桩生意。生意？没错，我是给袁老弟送钱来的。我呀，准备斥巨资收购你这个笋牌洗洁精。我们才把知名度打出去，你现在跑来收购，哎，这跟林强有什么区别？对啊，阿明，咱不能把厂子给他。我说赵总愿意看上我们的厂作坊，愿意收购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赵总，如果你价钱给的合适，我愿意出售我的厂子。明哥，厂子没了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对呀。姚老弟，不错，咱俩都是商人，商人讲究利益最大化，惠不套现。至于厂子其他人的死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不知赵总愿意出多少钱收购？10万，10万，10个万了。好，姚老弟，不贪心，我喜欢，那就再加10万，20万收购你的厂。你要多少？我要10个亿。10个亿！王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赵总能收购你这个破公司，那是可怜你，赶紧拿着你的20万滚蛋！别生这么大气嘛，前妻，我这个人啥毛病你不最清楚吗？嘴角的意思，不动。我今天来呢是诚心诚意的跟你谈生意来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凶？你说，当我想羞辱一方，需要告诉他女人吗？我让你带。顾客，请饭可不送。咋了？都这么看着我干啥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？有一点帅。走走。慢点啊！哎，其实大家不知道，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，短短20-30年之后，鹰牌洗洁精的市场又何止10亿？真是没想到，这个姚明弄的产品数量竟然一天比一天好。真的是欺人太甚了！一想起上次他说的那些羞辱人的话，就让我火冒三丈。喂，别生气了，你可是大公司的老板，总裁不过就是个小作坊，没事，咱不要了。我就不相信姚明能做出什么好东西。我在这个笋牌洗洁精厂上看到了极大的商业价值，假以时日，它一定会超过我现在的这家公司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会做的比你还大？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这个笋牌洗洁精，而且不要让姚明为羞辱我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既然如此，我想到了一个可以得当厂子的好办法。没那么容易，上次我开了20万，这小子就不死。谁说东西一定要靠买才能买？来，我提一个。哎，来，干！动快，动快！来，王超，谢哥，开手，你的。谢哥，阿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不是说好的一个月180吗？对啊，180底薪，提成另算。你们啊，都是公司的原始股啊！哎，明哥，这个原始股东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就是你不懂了吧？啊，这个股东啊，就叫做打鼓。这鼓打得越响，说明我们公司的生意越红火嘛。对。
你才是东西呢！你不是个东西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俩怎么总是掐架？哎，对了，这只是我们公司的起步，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，做行业的龙头，畅销世界。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明哥，咱先不说公司的事儿，最近跟秀丽姐是什么情况？就是啊，你们两个现在也是单身，不用想啊，凑一块儿得了。就是啊。阿明，怎么不回自己家里住？林丽娟，我都说了场子不卖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谁跟你说厂子里的事儿？阿明，你干嘛不回自己家里住，去别人家？我们都离婚了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走。离婚？什么时候离婚呀？我离婚协议书上都签字了呀。老公，离婚是要去民政局的。你不要脸！我不要脸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不像有些骚货专门勾引别人的老婆。林丽娟，我警告你啊，别给我耍无赖！我耍无赖？好啊，我今天还就耍无赖，我要让大家都知道于秀丽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哎，别看他，别看他！啊！我想让你跟我回家。你阿明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恩似海。你不是说我是你最爱的老婆吗？我不过就是在外面犯过错，但是我现在回来了，我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说这话就不觉得脸红吗？你就一点也不嫌我吗？行了，别装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累了，你先走吧。哎，秀丽姐，老公，你究竟想干嘛呀？哦，阿明，既然是我错了吧，是我先了赵大脑袋的鬼话，那现在啊，只想跟你两个人好好过日子。放屁！你是看我挣钱才回来的吧？阿明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咱俩好歹夫妻一场，你就非要做证据。这是咱俩的离婚协议，上面的签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是可具有法律效力。你就真的一点夫妻情分都不顾，非要做个证据？是你先把事情做绝的，你和那个赵大脑袋给我戴绿帽子的装，你咋不像我于今天呢？我现在只想和你说一句话，请你滚！哎，你马上！好，杨明，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那既然如此啊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们就做个了断吧。当时结婚的时候喝了杯交杯酒，现在离婚了，也跟喝不散喝酒。这杯酒过后，我不会再看你，明白什么吗？真的？林丽娟，我警告你了，你要敢和我耍，我喝什么？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别这样吧，老婆，我是你老婆，当然是要干一些老公跟老婆应该干的事。哎，老公，你醒了？丽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在咱们家里了。老公，你累不累？我给你揉揉肩。你别碰我！哟，害羞啊？刚才？我们刚才怎么了？刚才不过就是做了一些正常夫妻该做的事。林丽娟，你无耻！我们明明说好了去办离婚手续的，你离婚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要离婚？可我们明明签了离婚，哎，离婚协议书是吧？姚明啊，这我是你老婆。你干嘛去？
与你无关。你。多少？见你修理姐。团长，你修理姐呢？那你画呢？姚总，请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行，你们都是去死啊！我是救人。韩明，你不要冲大家伙发脾气。修理姐，我真跟林立川离婚了，他绝对是看我挣钱，他。这是我的辞职信，你的房租在我头上买，你要好好说。祝你以后身体兴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毁了你的名声。要怪，只能怪你我有缘无分。小敏，你现在我给你拿回来了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是猪脑袋还是脑袋变本家了啊？5000块钱在城里都能买一套房子，你去租房子还只有1年。我今天去找那死老太婆要钱，她还不给我，气死！你干嘛？你收拾东西干嘛？问你话呢。你不就是看上我钱才回来的吗？我以后每天住在洗洁精厂里给你赚钱。哎，你。哎，姚明，你不是牛吗？啊，挣点臭钱不知道自己幸福，怎么样？像狗一样被我踩在脚底的滋味儿，好受吗？孙子，方圆10里也不打听打听，敢惹我龙哥的兄弟，我看你是多半活腻歪了啊！你说你这个破厂，当时吧死活不愿意卖，你说他一死，丽娟作为你的妻子，那最后你的厂还是我的吗？我说兄弟，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嘛？直接弄死得了，直接弄死得了。这小子啊，他妈羞辱！我听说他有个相好叫于秀丽，一会儿呢，我让人带过来，我让他好好看看是怎么。啥？什么？为什么？说什么？为什么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清醒一下！为什么要伤害我在意的人？姚明，你冷静一点，姚明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是谁，敢动我在意的人，他都得死！姚明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听到厂房有动静，我就跑过来了。秀丽姐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你俩一个人在这待着看着他们啊，一个人去报警，快！我去报警。啊！你确定他每天晚上都住在厂子里？这还能有假？从我回去到现在呀，什么你？好啊，天助我也！今天晚上就要你小命！谁？赵总，您找我？老周来，来，过来坐。那赵总你们聊，我请。怎么样，老周？上次给你拿过那几盒茶叶，喝还习惯吗？那太贵了，没舍得喝。没事，多喝喝就习惯了。没事，多喝喝就习惯了。谢谢赵总，谢谢赵总。
这说的。老朱啊，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是吧？我给你不错吧？肯定了。听说你有个邻居叫于秀丽啊，晚上把你老婆知道，帮个忙，这是。你个骚女，当初老子多喜欢你，见你前，谁知道你连陪老子睡一晚上都不愿意。你以为姚明会护着你？那小子现在自身都难保了。反正一会儿也是要送到赵大脑袋那儿，不如先让我爽一下。你放过我吧！是赵大脑袋，赵大脑袋让我这么干的。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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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姚明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怎么流血了？快去看看你秀丽姐。哎，明哥醒了，快走！明哥醒了。秀丽姐，明哥醒了！明哥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我命硬着呢，还没带你俩发大财，怎么能死呢？哎，秀丽呢？她没事吧？啊，秀丽姐她……阿明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那么拼命干什么？你要出点问题，我怎么办呀？秀丽姐醒来之后，知道你受伤，就非得跑过来守着你，整宿的不睡觉，都没怎么合过眼。本来我跟快手早上过来想替秀丽姐，让她歇会儿，结果她非不走，非要给你擦身子、擦脸，照顾你。傻子！我去阎王殿走了一遭，阎王也不收我，还说让我把一个叫于秀丽的人守护住。阿明，大家伙都看着呢。对了，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，我都答应你。从今往后，你绝对不能再因为我冒这么大的险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阿明，是我这个寡妇不值得。值得，秀丽姐。这几天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秀丽姐，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离开我身边？哎，对了，阿明，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啊？还能为了什么？肯定是为了场子呗。场子？
收购不成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下作。呸！对了，那几个人怎么样？哦，周远和赵大脑袋都被抓进去了。要是判个故意伤害，说是判故意伤害罪。哎，他们两个估计牢底都该坐穿了。那个叫龙哥的，什么龙哥？我跟快手到的时候，只有你和赵大脑袋。让他跑，大家以后都小心点。我有预感，我们以后的挑战会越来越多。杨敏，你没事吧？李全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这都快1个星期了啊！你是怕警察抓不住你是吧？姚明，我担心死你了，一路跑过来提心吊胆的，看见你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看着我活着，应该很失望。你说什么呢，阿明？人家真的担心你。你是担心我知道你们的计划？你李丽娟，别在这假惺惺的演戏了。不是想利用你是我妻子身份来获取什么？赵大脑袋就告诉我，以你的性格，应该也是在利用他的吧？姚明啊，姚明，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聪明？那你知道有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和这件事情的直接关系？我现在还是你们这个营生的妻子，你的场子是针对的我，你好好养育。等一下，怎么？你这个破铁也要替他出头？姚明还是跟以前一样的，之前也是他，不过你永远都只不是。你就这么肯定你现在还是阿明的妻子吗？我们可是登记在册的，你认识你？你看看这是什么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离婚协议我明明已经伪造了是吗？但你百密一疏，你忘记了，这个东西是1式2份，而这一份是我们从赵大脑袋的办公室找到的。就算你们找到离婚协议不认同，只要不去民政局办手续，签什么协议都无妨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夫妻分居1年以上可以申请强制离婚，而根据离婚协议上的内容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于秀丽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不过也是，人为了利益，总是会变得不择手段。随便你怎么想，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有人利用阿明伤害阿明。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女人，为了我去跟别人吵架，为了我变得坚强勇敢，秀丽姐，往后余生为你生死。哎呦，说的真是大义凛然，连我都挺感动了的。不过你兄弟，就你这个破鞋为他出头，我就算把他让出来，他也不会去。等你们离婚的时候，我会直接跟阿明去民政局领证，到时候你就永远是他的前妻。你送客，滚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任何人都别想得到。你是丽娟吧？跟我合作，我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。你是谁？我凭什么相信？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怎么想了之后老冲着我傻笑啊？我觉得秀丽姐长得真好看，油嘴滑舌，真腻歪。哎，超，有没有闻见股味儿？什么味儿？恋爱的酸肉。去，好好工作，少在这吃狗粮。狗粮？哎，什么狗粮？怎么还能吃啊？这不还没到饭点呢吗？哎，去。秀丽姐，你说咱俩啥时候结婚啊？谁说要跟你结婚了？这不是我醒的时候你和我说的吗？我那是为了气林丽娟才说的。我不管，你要不和我结婚，我就打一辈子包。
你就咱一辈子好过了。哎，孙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弟，你还记得之前你给我提到的双赢啊？我来给你介绍大事。哎，之前啊，我就看着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，可是我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居然把这个笋盘打造的这么火爆呀！你现在可是风光无限啊！孙哥，你有话直说。别着急呀，你介绍个人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梁菲菲。你好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本台创始人姚明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您的产品令人印象深刻，希望我同样让您印象深刻。哎，你好。你怎么睡着了？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去休息？我这不担心你吗？想着等着你回来了。哎，孙总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孙总想做一个洗碗机项目，需要专用的洗涤剂，如果成了，3年签一个100万的大合同。100万？阿明，你没骗我吧？我做梦都想不到这辈子还能赚下100万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孙总不单单找到咱了，一共2家企业，10天后会进行一场公开竞标。竞标？对，这10天里，孙总会对我们的人员和产品进行考察，选出合适的公司再进行签约。阿明，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如果这件事情很有难度的话，就算了。难道你对那笔钱就不动心吗，秀丽姐？那可是整整100万。阿明，其实相比钱来说，我更希望你不要那么累，只要你身体健康、开心快乐就好了。秀丽姐，你真好。阿明，别在厂里住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喂，爸，放心吧，竞标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。我给姚明准备了一份大惊喜。哦，对了，研发部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突破。算了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事情怎么样了？我办事你放心，绝对是按照计划执行。你找的人可靠吗？他对姚明绝对是恨之入骨。哎，你俩准备的咋样了？孙总一会儿可就到了啊！早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他们来了。我说超，你今天穿的挺正式的呀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。哎，告诉他们我们是专业的。还有，别老吵吵的叫，我现在是笋牌集团销售部王姐。啊，我呸！猪鼻子插大葱，装像吧你！你看你，哎，你看你俩能不能消停点？秀丽姐呢？没见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卫生局让我们停业整顿。啊！那我走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这最近呐一直晕晕乎乎的，这昨天呀晕倒了，被家人送到医院才检查出来，是那个什么硫化物超标造成的，那您是怎么发现血型出问题了的？我这平时身体都非常健康啊，也没啥机会接触到什么硫化物，这还是别人提醒我，我才想起来。我最近啊，一直用这个什么笋牌的洗洁精，一检查浓度超标。我这样都是你们害的，你们呀就等着关门吧。放屁！这东西绝对没问题。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！我现在这样都是被你们用毒洗洁精给害的。你再敢胡说八道，
你信不信我揍你？住手！怎么？损牌的员工要打人吗？孙总，杨小姐，你们怎么看？菲菲啊，本来要跟我们一起去厂里考察的，这结果看到上面贴着封条，赶紧看。哎呀，姚明啊，姚明，你怎么能为了钱干这种？你太让我失望。你好自为之吧。今天姚总可真是让我着了眼，怪不得您的产品去污效果那么强，原来是有秘方啊！杨小姐，现在事情还在调查中，你这样说话没道理。我每天都拿损牌洁精洗碟子、洗碗，他们呀，这是要谋财害命啊！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哈！我要打他！住手！站着！快手，你听哥解释。哎，快手！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男人进监狱，都是你跟你以前那个男人姚明害的。我有办法能让他倾家荡产。快手，你听哥解释。哎，快手！怎么样？找到凶手了吗？这个快手也真是的，知不知道大家多担心他？生产这一方面一直都是快手负责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他着急，二面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那快手一直都心细得很，你当着那么多人面扇他一巴掌，那他这样子，哎呀，先别说快手了，他是成年人了，肯定能照顾好自己。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想想怎么解决张翠花的事。咱们的洗洁精会真的没了？怎么可能呢，秀丽姐？这别人不知道，咱们还能不知道吗？咱们卖出去多少瓶了，搞不出问题，哪不出问题，偏偏在这个张翠花这出问题。你说，老头说的对，这个张翠花确实，以他的水平，他怎么能说出这种逻辑缜密、表达清晰的话？而且句句离不开我们的品牌名，这肯定是有人背后操控着。这不就是抹黑咱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吗？那到底是谁在诬陷我们呢？林丽娟？草不出问题，马不出问题，偏偏在竞标的时候出问题。难道是那个人？啊，秀丽姐，你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呀？难道是梁菲菲在暗中捣鬼？有可能。我就说嘛，今天见他，我就觉得这个小妮子没那么简单。关键，即便我们知道是谁在暗中放后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对方玩的是阳谋，就看我们怎么接招了。我们必须要赶在竞标前证明清白，才不会失去竞标资格呀。对呀，明哥，哎，你说这就跟别人诬陷你拉裤子一样，你又不能挣脱给他看，这怎么证明吧？你也别想了，喝点水吧。我知道了。阿明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操，把洗洁精拿来。我知道怎么证明清白。找我干嘛？小弟弟，不要对姐姐这么大敌意嘛！我可不像你姚明哥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扇你巴掌。不许你这么说姚明哥。哟，还挺仗义的。明哥都是为了我，要不是我生产的时候马虎了，也不会出现质量问题。你？当然是我了，是我把硫放多了，才导致了张翠花中毒。没脸回去见你妈。听说这次事情可能会害得姚明倾家荡产，甚至会坐牢呢。不过，你可以帮他避免这一切。
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我？哎呀，谁呀？我这头怎么这么晕呢？怎么是你们呀？你们来干嘛呀？你们要是打击报复的话，我可就叫人了。翠花，你这说的可好呀？我们今天过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，顺便跟你商量一下赔偿金的具体。赔偿金？啊，那个赔偿金呐？翠花，不说过，那我们不打扰，走吧。别，那个，要不咱们进屋聊聊？别进来。哎，我这病的可不轻啊，医生都说了，我这估计会留后遗症的。懂，我都懂。翠花姐，你看这够不够？呀，这么厚呢！姚明，你啥意思啊？不打开看看？这里面又不是钱，我打开它干啥呀？行，你不打开，我进来。这里面是你购买的洗洁精，那一批次运输公司给出的检验报告，另一份是你对外公布的检验。你说的那些我都听不懂。没事，你听不懂不要紧，我来给你解释解释。根据你那一批次的检验报告，都是符合质量标准的。那兴许就我那瓶超标了呢。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，所以这几天我们回收了你之前所有的废品，并且提取了其中的元素进行还原，发现如果你那瓶硫化物的含量按照你所说的，那么总数将和运输公司的对不上，也就是说，你在说谎。你们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肯定是私下里把其他洗洁精的含量给改掉了，这就是在故意诬陷我。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了，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这个。看，我们的洗洁精装瓶技术与饮料相似，都是通过这个压感挤压。如果你私自打开，那么就会破坏它的齿轮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东西它就不是原厂的了。可唯独你送去检测的那一瓶遭到了破坏，所以真相就是硫化物是你自己买的，自己加进去。这都是你们自己的推测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没事，你不知道没关系。王成，我们走吧。好嘞。哎，翠花，我知道你肯定收了人的钱才这么做，但我可提醒你，这个故意诽谤是犯罪行为。你不光要把之前的钱全搭进去，还会赔得倾家荡产，甚至会有牢狱之灾。我走了，好好想想。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个张翠花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。别生气了，秀丽姐。张翠花的道歉声明已经发给报社和电视台了，估计明天新闻就能看得到。而且卫生部门也对咱厂的封条进行了撤销。现在离竞标还有几天，我们应该还来得及。快手，你个白眼狼！王超，别打了！王超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看看你把快手打成什么样了！你打他干什么呀？他活该！别吵了，王超，你打他干啥？我不说，你让他自己说。快手，你还不说是吧？行，我听你说。阿明哥跟秀丽姐对咱们多好，我一个骗子，你一个小偷，把咱们当家人对待，不对咱们另眼相看，还带着咱们一起做生意赚钱。你呢？北房夜房，家贼南房，没想到啊，还竟然跑来偷东西、偷配方。王超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秀丽姐，你别替他说话，我都亲眼看到了，鬼鬼祟祟趴桌子上找半天，我跑近一看，手里拿的就是阿明哥新研制的洗涤剂配方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快手，你好好跟姐说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我是贼，我就是那改不了偷东西的贼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我消失，再也不会打扰你。快手，快手，我不信。快手，还记得咱当时刚见面的时候吗？你说，你
为了给师傅收尸偷了周远的钱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后来，咱又经历了这么多，做洗衣液、打广告、对付那个赵大脑袋，我早就把你当亲兄弟了，比亲的还亲的那种。快手，那天哥打了你，师哥不对，哥心里着急。快手，你能原谅哥？慢点吃，不够还有呢，得直接拿啊。你是说那个梁菲菲告诉你，只要拿到洗涤剂的配方，就能帮阿明哥脱罪？是啊，说起来这事也怪我，要不是我生产的时候把粮价加那么多，不会有这样的人。看手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是那个张翠花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是。现在事情都解决了，解决了。看来我们之前猜的不错，这都是梁菲菲在后面搞。幸好我没把配方交给他，要不然我还真成罪人。他既然这么想要配方，那不如把真相记就行。哎呀，杨老弟啊，实在是抱歉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被人陷害。哎，孙总，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。咱们今天这个竞标是怎么个流程？不提了啊。我们之前呢，对你跟梁小姐的公司也进行了调查。今天的竞标场地呢，就借你的地方用一用。成，我拿了2个脏盘子，上面是极难清洗的油污啊，主要是测试一下你的洗涤剂的效果，从中呢选出一个最优秀的。这肯定没问题。姚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呀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摆平舆论危机，实在是佩服佩服。我再厉害，也不如梁小姐您工于心计了。真没想到我的前妻，还有我的兄弟，能成为你的人，哼，真是厉害，厉害了。姚先生，您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我只不过是广招贤才罢了。哦，现在李丽娟小姐在法律层面上还算是您的妻子吧？成为前妻只是时间问题，这就不劳您费心啊。嘿呀，这2位老板一上来就是激情四射呀！既然人民到齐了，那么我宣布竞标大会现在开始。综上所述，我的洗涤剂在原有技术基础上添加了钠镁跟柯尼，能更加有效去除餐具表面的油污。我预言，它将开创洗涤行业全新的未来。好，梁小姐，你也该介绍一下你的产品。快手。真是没想到，张翠花竟然公开发表对姚明的道歉声明，坏了我们的计划。大概是姚明在背后指点了他吧，不然他迟早要负刑事责任。真是个没用的废物。不过，这个姚明竟然这么轻易地放过了他，这个男人的反应，胸襟的确让我出乎意料。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。哈，想骂哪一个？林丽娟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我不喜欢你这样子说你的前夫，更不喜欢有人这样子说姚明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如果姚明主标，你跟我的承诺可是一样都没有。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了后手。我们家无论是从工厂规模还是生产效率，都不是笋牌这种小作坊能比的。只要产品质量一样，孙总没有理由不选我。竞标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现在连个新方案都没有，能什么？放心，我早让快手从姚明那儿偷到了他的配方。姚明，我一定要击败你一次，这样才能心安理得的、平等的面对你。快手。我们的设计思路与姚先生的不谋而合，所以大家就看效果吧。会啊。
没有心理效果是吧，梁少姐？你既然能通过快手从我这里偷到回来，那你怎么没想到他给我会有问题？可是我实验的时候明明好好的呀。这很简单，这个洗涤产品最大的原理是碱性溶液和油脂发生的造化反应，而我给你专属这个配方里加了一个极其难以察觉的酸性元素。这个酸性元素最大的特点就是难以被消耗，而且分裂性极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里面的酸性元素越来越多，强制发生了酸碱中和。等你拿到这的时候，这个去油能力已经变得和水没什么区别。想不到我费尽心机，却始终没有击败你。姚明，我输给你了。再会。梁小姐，这竞标还没有结束呀。姚先生会是您很好的合作伙伴。这就结束了，梁小姐，你等等我。修丽姐，今天起得这么早啊，我有事想跟你聊聊。聊聊？好啊，你坐。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啊？说的我好像平时很冷落你一样。那可不是，我每天都多做。滚蛋啊！哎，我听快手说梁菲菲明天就要走了。啊？走就走吧，关我的事。今天的竞标会上，最后梁菲菲说她输给了你。对啊，要不然孙总能和咱签这么大单。梁菲菲说她输给了你。阿明，梁菲菲喜欢你，姐都看得出来。她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也会难过的吧？难过的，就是有点遗憾。其实我蛮欣赏的，够狠，够拼，也足够洒脱。明天去送送她吧，好好告别。啊，姐，你不怕他把我勾走啊？要是从前的于秀丽啊，我肯定会自动退出，让你们两个好好在一起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我对我自己有信心，也对你有信心。喂，你这就算了，我们当时要击败姚明的雄心斗志呢。我的事儿似乎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这是当初答应你的30万。虽然竞标失败了，但是我梁菲菲从不喜欢欠人情，尤其不喜欢跟你这种人不清不楚。梁菲菲，你给我等着，就算没有我，也一样能让你身败名裂。饭来了。李娟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王哥，别怕，我又不会向警察举报。被通缉的日子不好过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给龙哥你介绍一单生意。生意？我知道你想跑路到东南亚，但是没钱。只要你帮我做成日本生意，我可以给你10万。10万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们还不早点休息啊？人孙总可说了，明天要准时跟客户签约呢，要不然竞标不作废了。你先回去，我们正在修改配方呢，明天不会迟到啊。行。
哎呀，累了。哎，耀明哥，这怎么还有一封信？不想于秀丽出事的话，9点前送5万块到村口路边。劝你不要耍花招，否则的话，就等着给于秀丽收尸吧。早知道这个王八蛋死不悔改，上次就不应该放他走。别说这个了，秀丽姐的命重要。林哥，咱们想想办法。王成，快找去把厂里所有的现金都拿来，半个小时之内凑到。如果凑不到，找孙总监。好。哎，闵总，这个要不我和快手去交赎金赎人吧？今天是决定咱们厂里的大日子，孙总说了，这是个国外大客户，咱们下午3点之前一定得准时到，要不然这个订单就黄了。王超呀，王超，秀丽姐现在10万火急，你还想着单自己是人吗你？厂子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，我说不就去救秀丽姐了吗？那你啥意思？你订单没了，我们能找别的订单。那秀丽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不会放过自己。明哥，那你准备怎么做？你们按我说的做，半个小时后我们去交赎金。我需要点时间。这事没有表面上东西。阿龙要杀就秀丽一个人，让他后悔一辈子。我们分头出钱，走，好，我去那边。阿龙这个混蛋，他的目的绝对不止5万块钱赎金这么简单，在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另一只黑手。我要冷静，这样才能保证秀丽的安全。明哥，钱借回来，要不说人家孙总仗义的，你一说要钱，他立马就给了。明哥，孙总可说了，你一定要3思。那个国外客户架子大得很，要是准时去不了，那就让那个客户滚蛋。走，救秀丽，走。不是，这都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有人过来拿赎金呢？不应该呀！你说他们绑架秀丽姐就是为钱来的呀？啊，这咋还没来呢？我说过，这种事儿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。哎，你俩今天找孙总拿钱的时候，有没有其他人在场？有啊，梁菲菲当时就在孙总办公室。我这一着急，我就把秀丽姐的事说出来。我说你小子嘴上没个把门的。现在梁菲菲知道秀丽姐的事了，那不让秀丽姐多一份危险？等等，你说梁菲菲也听见了？那她听见啥反应？挺正常的呀。明哥，你是不是怀疑梁菲菲是这件事的主头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的确有这个可能。对呀，咱们来交赎金了，签不了合同，那梁菲菲不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吗？哎，咱们怎么说都是瞎猜啊！现在是搞明白为什么没人来拿赎金啊！哎，难道是阿龙？跟我来！哎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不是，贼马人家陆仲杰走的好好的，这突然之间摔到这儿了，这干啥呢？不是，这么平的路你都能摔跤，咋样？还能走吧？还行吧，这个应该还能走。哎，我知道咋回事了，有人在这故意下了绊子，这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这是谁干的？这不是害人的吗？这要是把人绊一下，犯出来点事儿，这可咋办嘛？这……哎呀，你说这年头啊，变态也真是多啊！大马路上给人瞎绊，他还以为他泡傻狍子呢。变态！哎，不对劲，快回去！哎，调虎离山之计，卑鄙可恶！这王朝都拿了赎金还不放人，这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王八蛋！问题是咱们现在连他的老窝在哪也不知道。或许我知道他藏在哪。王菲菲，不是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！我看呀，就是你捣的鬼吧？说，把秀丽姐藏什么地方了？说，
说。拜托你们动动脑子好吗？如果是我绑架的于秀丽，我会只要5万块这么简单吗？我是来帮你们的，不想听就算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梁菲菲输给你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我不愿意别人用下三滥的手段来打击你，而且，如果于秀丽有个3长2短，你也不会开心的，是吗？阿龙的窝在什么地方？说吧。林丽娟曾来找过我，一起商量对付你的办法。我不屑于与之为伍，但我很清楚她的性格，也知道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的人跟踪过她，她到过这个。姚总，你真的相信杨菲菲那个女人？我怎么觉得她包藏祸心呢？你啥意思啊？你看啊，梁菲菲故意告诉咱们阿龙的藏身之处，她知道咱们一定会去找阿龙的。哎，咱们这一去小策半天，回来就赶不上签约了呀。这梁菲菲坐收渔翁之利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。我让你把姚明捡回来，把他名下的人都转过。你这叫什么我就回来了？被通缉，他的厂子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你那10万再加上他那5万，倒不如让我跑参与一下。你敢耍我是不是？没错，他们就在那里。走，动手救人，走。哎！你埋伏什么东西啊？超哥，超哥，王少，这啥东西？快手！糟了，阿龙那混蛋最适合布置陷阱，咱又找他们刀了。真以为老子是假的？就这样蠢兮兮的冲上来，送上门来的肉不要白不要。林丽娟，我帮你把厂子要回来，不过得加钱。好，没问题。阿龙，王八蛋，有人把松开，光明正大的给我干一场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你算什么好汉？好汉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好汉？能赢才是真的。阿明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秀丽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把你平安带回家。这恐怕你说了不算。少废话，先签了这个东西再说。这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只不过就是一份协议而已。把你名下的财产啊都转赠给我，只要你签了它，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了。阿明，不能签。秀丽，阿龙，对我女人客气点，要不然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不是想要我财产吗？那我签。那你倒是把我放开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快点签！你他妈的还敢给我耍花样！够了，让他先把协议签了，办正事。你老子签了，这我签不了！你他妈的还敢给我耍花样！你们是怎么挣脱出来的？怎么挣脱出来？动动你的猪脑子，好好想想。哎，眼熟吗？啊，你们说话那会儿我就把绳子给割开了，哥们儿，我玩刀那会儿，你还趴你妈怀里吃渣呢啊！你就是那个快手，小偷出身，刚刚就是你从我腰上把刀子偷走，就这样挣脱出来的。你还不算太笨，不过可惜了，我们已经脱身了，你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上次让你成了漏网之鱼，你敢动我的秀丽姐，这次我绝不放过你！给我打！哎，周伟，你怎么来了？秀丽姐，姚明，你还是乖乖的把协议签了吧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女人就危险了。好，你不就想要场子吗？把协议拿过来，我签。拿着你想要的东西给我滚！让你那2个狗腿子退后！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放开！王超，开手！我的要求不说第2遍。你来走，这有我呢，放心吧，哥，走，照顾好自己。
小敏，把你自己手绑起来。好。姚明，你还真是一个大情种。老子今天这么惨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不是想和于秀丽厮守终生吗？好，我成全你，我就送你们下地狱，做一对亡命夫妻。兄弟，个王八蛋！秀丽姐，你没事吧？秀丽姐，小明哥，我们在路上正好遇见这个团长，让我们给逮了。上，复合。姚明哥，现在距离下午3点还有时间，我们现在如果过去的话，应该……我没事的，你快去吧。你受伤了，我不能去。这个场子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心血，我真的没事了。而且，是不是还有快手他们的吗？你快去吧。快手，哎，王超，你俩把秀丽送医院去。姚总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秀丽。明哥，这团长怎么办？这个贱人，我没时间搭理他。照顾好你嫂子。是。呀！真是72都办，就差这一锅。孙总，不好了，这客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咱不能眼看着这个订单就这么飞了吧？如果姚总还不来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接下这个订单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最后的赢家是你俩。离3点还差10分钟，到时候姚明不能如期过来签约的话，那我恭喜你。哎，孙总，我来了。我知道今天的你，可是那个大客户我们是真得罪不起。我明白了，商场有商场的规矩，我姚明做的选择，我不后悔。梁小姐，着什么急呀？你先看看梁小姐签的合同再说吧。怎么会这样？迟迟不来，我们就不能让这个大客户白白的流失掉了。那只有请梁小姐作为替补。但是梁小姐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的，她一个人代表你们2家公司一起签约啊！你呀，赶紧给人家梁小姐补个那个什么授权书就行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梁小姐替我签约？也就是说，这份合同，这份订单是你们2家公司一起合作完成啊，也算是2全其美。还赶紧谢谢人家梁小姐。哎，不用谢我。梁明的厂子技术的确更胜一筹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提升一下我公司的技术水平。梁总这次总不会拒绝跟我合作了吧？还傻站着干啥？啊，还不赶紧谢谢人家梁小姐？谢谢你。真没想到，这次你会这么做。我承认，之前和你的竞争，我的确用过一些手段，但我也说过，你姚明让我心服口服，你是个值得尊重的对手，跟你合作对我也有好处啊。就只有这个吗？我梁菲菲敢爱敢恨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更不用觉得抱歉。
我不会影响你和于秀丽的感情的，因为当你放弃那份大合同去营救她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知道你的决定了。我祝福你。我要是在于秀丽之前认识你，该多好。姚明，秀丽，你怎么不去好好养伤？我不放心你。我们刚刚都见过孙总了，也听孙总说了合同的事情。梁小姐，谢谢你。和你之间的竞争，我都输了，但是我心服口服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给大家宣布2件喜事。首先，结合我厂与梁菲菲小姐双方技术进化研发出的新品企业，那客户反响是近乎完美，直接追加了200万订单。我们几家企业合作圆满成功。好，哎，明哥，还有另外一件喜事呢。这第2件事啊，我以这个戒指作为信物，并邀请在座的各位见证，今天我姚明正式向于秀丽小姐求婚。不管以后的日子平坦亦或坎坷，我和你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感谢苍天，让我来到这个一穷二白却又遍地机遇、飞速发展的时代。我是开拓者，也是见证者，见证了只要想干、敢干，就能收获成功火热年代。让我和我的爱人在时代的浪潮中并力潮头，携手一生。